传》里的方纯义，最好的我们里的耿耿，以家人之名里的李尖尖，一个一个角色摆在那儿，大家给他贴的标签永远是实力派、演技派、巨抛脸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这位演员心里藏了快10年的一个小心愿，最近终于被他最崇拜的偶像亲口给了一份让全网松果都泪目的祝福。这件事的背后远比你想的更暖。先说说谭松韵这个人，1990年出生在四川泸州，从小就是个能唱能跳的孩子，15岁就进了剧组，一路从龙套演到女主角，靠的全是一步一步作品熬出来的口碑。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在镜头前永远干净利落，台词张口就来的女演员，私底下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迷妹。而她追的这个人，名字一说出来，华语乐坛没人不知道林俊杰。他到底有多喜欢林俊杰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他自己都说过，从对方出道的第一首歌开始，就一路听到现在。拍戏的时候，只要他一进化妆间，化妆师都心知肚明，想你放的一定是林俊杰的歌。他说听 JJ 的歌会让他有一种安全感，整个人立刻就静下来了。这种喜欢不是3分钟热度的追星，而是那种刻进生活习惯里的陪伴了10几年的喜欢。2018年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让他激动到发微博的小事，林俊杰给他的一条动态点了个赞，就这么一个赞，他截图发了出来，那种兴奋劲儿完全不像一个大演员，更像是一个普通女孩突然被偶像注意到的样子。评论区都在说，谭松韵原来也是会追星的普通人啊。而这件事只是后面一连串故事的开场。时间往后推，2020年10月，林俊杰开线上听歌会，谭松韵作为歌迷连线进去了。他扎着双马尾，穿着粉色衣服，整个人笑得特别灿烂，但一开口，声音明显带着紧张。他说听完新歌后特别感动，尤其是能跟偶像一起听新歌，那种感动是加倍的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，林俊杰也回应了他，说自己一直有关注他的动态，看到他分享自己唱的歌也会去点赞，甚至提到自己也看过他的影视作品。你们发现了吗？这已经不是单方面的喜欢了。一个追了偶像10几年的迷妹，等来的不是擦肩而过，而是偶像的一句 quote， 我也在关注你 quote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，真正让松果们集体沸腾的是后来林俊杰太原站的演唱会，谭松韵直接去了现场，而且不是远远地坐在观众席，是出现在了后台，近距离看完了整场演出，还和林俊杰合了影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林俊杰在台上直接 cue 到了他，祝他接下来的新戏越来越好。谭松韵在台下比心回应，要知道他已经连续4年把林俊杰列为自己心目中的年度歌手了。这场演唱会对他来说，某种程度上就是追星生涯里最闪光的一刻。直到多年后，大家才慢慢看明白，这份喜欢其实一直在悄悄发生变化。谭松韵不再只是台下鼓掌的那个人了。如果你也觉得这种与 quote 迷妹和偶像互相成就 quote 的故事很难得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份温暖。而真正的转折是从他自己开始唱歌这件事说起的。音乐这件事对谭松韵来说从来不是一时起意，他其实在2020年就发过自己的第一首原创单曲，词曲都是他自己写的。但那时候大家还是把他当成演员的一个小尝试，没太当回事。没有人预料到这份业余的喜欢，他是真的当成了一件正经事在做。他开始找专业的声乐老师，系统的上课，从呼吸、发声开始一点一点练。他也没有急着搞什么大动静，而是先从一些跟他咬合度匹配的舞台开始，以嘉宾的身份上去试一试，唱一首歌，感受一下舞台的反应。这种节奏，说真的，跟很多明星与 quote 耍大牌、玩跳与 quote 的唱歌完全不是一个路数。他是真的把它当成一个新领域，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，一步一步、扎扎实实地往上走。而就在今年2026年的百花迎春晚会上，谭松韵的歌唱之路迎来了一个小小的高光时刻。他不是去客串一下露个脸就走，而是实打实拿到了2个唱歌的节目，一个
个是独立演唱的少年，另一个是和廖昌永、郁可唯、黄渤、杨千嬅、阿琳雅一大批艺术家一起合唱的晚会主题曲《花盛放》。她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轻纱长裙，站在那么多专业歌唱家中间，唱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段。这一刻，台下不少粉丝都说，这已经完全不是 quote 业余玩票 quote 的水平了。直到这时候，事情才真正连起来。原来从2018年那个小小的点赞，到2020年那场紧张又激动的连线，再到太原演唱会后台的那张合影，谭松韵这一路追星的轨迹，其实一直都在朝着一个方向走。他不只是在喜欢音乐，他是真的想有一天能站到那个他喜欢了10几年的世界里去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期不期待谭松韵未来真的开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唱会？而最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一切连他最崇拜的偶像林俊杰都看在眼里。从前是他在台上 cue 他，祝他戏越来越好，而现在当谭松韵真的一步一步走上了唱歌这条路，学声乐，上小舞台，登上百花迎春这样的大型晚会，这份认真的转变被很多人解读成是对偶像那份喜欢的一种回应。有人说，希望有一天林俊杰对他的祝福真的能应验，希望谭松韵能站上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舞台，唱属于自己的歌，把这份藏了10几年的喜欢活成自己的样子。说真的，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，从来不是与 quote 明星追星成功与 quote 这种猎奇感，而是另外3件事。第一，喜欢一个人最好的方式，从来不是停留在宠爱里，而是让自己也朝着那个方向努力。谭松韵用10几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一点，从一个安安静静听歌的迷妹，到现在真的站上舞台唱歌，这中间她付出的努力是任何人都偷不走的。第二，她对待这件新领域的态度真的值得敬佩，没有炒作，没有捷径。从找老师、上课、小舞台试水，到最后站上百花迎春的大舞台，每一步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这种认认真真对待一件新事情的态度，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值得尊重。第三，也是最让人感慨的一点，如果有一天林俊杰的那句祝福真的应验了，谭松韵真的站上了属于自己的演唱会舞台，那一刻对他来说，不只是圆了一个梦，更是把10几年前那个在化妆间里悄悄听歌的女孩，和现在这个站在聚光灯下的自己连在了一起。这大概就是喜欢一个人、喜欢一件事最好的结局。其实仔细想想，谭松韵这些年走的每一步都没有偏离过这条线。从15岁进剧组当童星，到考进北京电影学院，再到一步一步戏，慢慢成自己的口碑。他从来都不是那种靠话题、靠捷径往上走的人。现在他在音乐这条路上走的也是同样的节奏，先打基础，再小范围试水，最后才一步一步走到更大的舞台上。这种与 quote 慢与 quote 放在现在这个什么都讲究速成的娱乐圈里，反而显得格外珍贵。也有人会问，一个已经在影视圈站了脚跟的演员，为什么还要花时间精力去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答案可能就藏在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里。听歌会让他觉得安心，也许对他来说，唱歌从来都不是为了多一个身份、多一个标签，而是单纯的想把这份从10几岁就开始的喜欢，真正的拥有一次，不是听别人唱，而是自己也站上去唱给别人听。而对于林俊杰来说，看着自己的歌迷从当年那个紧张到声音发颤的连线女孩，一步一步变成今天站在百花迎春舞台上唱歌的人，这种感觉大概也是很多创作者最想看到的。自己的音乐真的在某个人的生命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，然后慢慢长大开花。所以这个故事走到这里，其实早就已经不只是与 quote 明星追星成功与 quote 这么简单了，它更像是一份很长很长的回信。谭松韵用10几年的喜欢换来了偶像的一句祝福，而他现在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在用行动写一封更长的回信，回给那个曾经只能在化妆间里安安静静听歌的自己。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